2026年刚一揭开序幕，全球汽车市场就爆出多家主流车企宣布价格调整的消息。作为行业风向标的两大品牌，韩国现代汽车与法国雷诺先后宣布，从2026年1月1日起对旗下车型进行价格上调。2025年末，现代汽车通过官方渠道向市场宣布了这一价格调整决定。据悉，从2026年1月1日起，其在印度市场销售的所有车型价格都将实施小幅上调，加权平均涨幅约 0.6%。虽然看似幅度不大，但作为业内领先品牌做出的统一价格调整，具有显著的示范效应。现代方面在公告中明确指出，此次价格调整主要是为了应对原材料成本持续上涨、贵金属等关键原料价格走高，以及物流与供应链成本的累积压力。现代所用的关键零部件材料包括钢材、铝、稀有金属等，在过去1年里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价格上涨。此外，全球物流状况尚未完全恢复至疫情前水平，港口拥堵、运费高企、集装箱短缺等现象仍时有发生，这些都对整车生产成本造成了上行压力。更为直接的原因是供应链成本的整体抬升。经过多年疫情影响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，全球化产业链正逐步走向部分本地化或双循环模式，这导致原本标准化、高效运作的全球供应体系出现断裂、重构，从而提升了生产过程中的整体成本结构。对于车企而言，价格调整是一个极具战略性的举措。如果调整幅度过大，将直接影响销量与市场口碑；如果调整过迟，又可能压缩利润空间，影响企业运营能力。现代这次选择在2026年初宣布价格上涨，有多层逻辑考量。2025年上半年部分原材料价格居高不下，企业通过内部成本优化仍难以完全抵消压力。今年整体销量表现起伏不定，使车企更倾向于通过价格微调来确保经营稳健。汽车市场对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保持谨慎，车企希望借助价格调整缓冲可能的需求下滑。相比早前几年频繁推出优惠和促销的情形，如今车企开始更慎重地考量价格策略背后的整体产业逻辑。几乎与现代同步，法国老牌车企雷诺汽车也发布了类似的价格调整决定。雷诺印度公司确认将从2026年1月开始对其在印度市场销售的 Kwid、Triber、Kiger 等车型进行最高约 2% 的价格上涨。雷诺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汽车品牌，其在印度市场的产品布局较为精简，主要集中在入门级与紧凑型细分市场。这些车型通常以高性价比、成本效益闻名。但正是这种薄利多销的运营模式，使雷诺在面对成本上升时，比更大规模的竞争对手承压更明显。据业内分析，雷诺上涨价格的背后有多重因素，不仅是原材料与供应链成本压力，还包括英镑、欧元等主导货币汇率变化对印度市场进出口成本的影响。此外，雷诺此前曾在2025年推出过一系列价格调整，以消化 GST 2.0 税率改革带来的波动效应，但今年又不得不再度上调价格。印度在2025年中大力推进了 GST 2.0 的全面实施，使得车企能够享受税率调整带来的价格下调空间，一度释放了较为明显的购车优惠。但进入2026年，这些优惠红利趋于消退，原材料与制造成本的上涨重新成为价格体系的主导力量。对雷诺而言，虽然 2% 的上涨看似温和，但在销售竞争激烈、消费者价格敏感度高的印度市场，这样的调整也无疑意味着对市场策略、消费者心理与品牌竞争力的重新平衡。如果只看上述两家企业的价格调整，似乎只是汽车行业常规的年度调整，但将其放在更宏观的背景下来看，却是当前全球车市趋势的一个缩影。不仅现代与雷诺，业内多份统计数据显示，像日产、奔驰、宝马、MG、奥迪等多个品牌也纷纷宣布将从2026年起上调车型价格，涨幅普遍在 2% 左右，甚至更高。这些品牌跨越了从主流市场到豪华品牌的不同层级，显示出价格上调并不是个别企业策略孤立，而是整个行业面临成本周期性上行的共同反应。过去几年，多种关键原材料价格都经历剧烈波动。例如钢铁、铝材价格在全球市场上屡次上涨，半导体、稀土等零部件供应也未完全恢复到疫情前供应量。与此同时，全球燃油价格波动使燃运成本增高，这些都会在整车成本中体现出来，最终传导给消费者。全球经济在2025至2026年间经历了新的通胀周期，有些地区长期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开始调整，使得整体价格水平抬升，对汽车等耐用消费品形成上行压力。
汽车行业本身是资本密集和链条长的产业，因此对宏观经济中的价格变化尤为敏感。那么，2026年国内市场汽车价格会上涨吗？2026年国内市场汽车价格总体上不会出现大幅上涨，但也不太可能再大幅下跌，更像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区间内波动。过去几年，国内汽车市场，尤其是新能源领域，经历了激烈的价格战，从10几万到30-40万的车型，终端优惠层出不穷，这让很多消费者养成了车价只会降的心理预期。然而，到了2025年下半年，这种趋势明显放缓，车企的补贴压力和利润空间已趋紧，无底线降价已经不可持续。从供需关系来看，国内车市增速放缓，人口和购车需求进入存量时代，消费者变得更加理性和敏感。任何大幅提价都可能直接影响销量，所以主流车型不太可能统一上调价格。但成本端正在上升，尤其是电动车的电池、智能化芯片、辅助驾驶硬件等，单车成本在不断增加。与此同时，新能源汽车购置税从完全免征过渡到减半征收，实际支付价格对消费者来说会提高。因此，2026年的车价趋势更可能表现为分化，价格敏感的入门车型和紧凑型 SUV 可能依旧保持竞争力，或通过促销维持销量，而中高端车型受技术和配置溢价影响，价格相对稳中偏上。总体而言，整个市场呈现稳中微调的格局，大幅涨价缺乏条件，大幅降价空间有限。消费者更需要关注自己目标车型的市场竞争状况，而不是整体价格趋势。感谢收看本期视频，咱们下期再见。